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转眼间我来到日本已经有1个月的时间了。在上次的视频和大家介绍了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花了多少钱移居到日本的。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我来了日本1个月之后，我有没有后悔？在日本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本期视频主要会从大家最关心的衣食住行4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我看到的日本。当然本期视频是一个完全主观的个人分享，所讲的内容也是非常片面的，不能代表所有，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首先聊一聊穿衣方面。由于我本人并不是时尚博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平时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优衣库和无印良品这2家的。先说结论，日本的无印良品和优衣库的价格普遍比国内大概要低20%左右。比如说优衣库的一件羽绒服在日本大概卖599人民币，在国内的价格可能要799人民币左右。无印良品的一件卫衣在日本的售价大概是149人民币，在国内的话大概有199人民币左右的价格。至于其他的时尚或者说大牌的衣服我没有买过，不做评价。然后是吃饭方面，吃饭的话可以分为2个方面。首先是堂食。堂食的话只分享一下最简单的路边的1人食。高档餐厅的话，因为本身的价格差距也比较大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堂食的话，在国内随处可见的兰州拉面或者说是沙县小吃，在20人民币左右的价格，基本上都能够叫到1荤1素这样的搭配。在日本的话，大概是需要30人民币左右，比国内的堂食成本会高一点但也没有高出很多。相对而言，日本这边的饮食质量相对国内会好一点比如说30人民币左右的套餐，一般就能够买到一个很大的炸猪排，然后再加一个素菜，再加一个汤，加一个米饭。1人食的话是能够吃得很饱的。在日本的路边小店吃饭几乎不会踩雷。首先是环境很干净，食材也比较新鲜。但是国内的话，经常会有路边店吃完了之后回家拉肚子的情况。然后是超市里购买食材。购买食材的话，价格有高有低。比如说鸡蛋的价格就和国内的价格其实是差不多的。肉类的价格也是差不多的。牛奶的话，相对国内而言会便宜一点。差别比较大的话是蔬菜，蔬菜会比国内的价格稍贵尤其是西红柿。日本的话，3个西红柿能卖到20人民币左右。日本的水果真的是非常的贵，价格基本上是国内的2到3倍但是品质基本上也高出很多。我所在的长野县的特产是苹果，一个苹果大概是人民币5块钱左右，算是能够吃得起的水果之一。饮食方面总结起来的话，堂食和自己做饭价格方面差别不大。从口味和食材的新鲜度还有营养搭配来说，堂食和自己买菜做饭的差别也不大所以说来到日本之后，我变得更多的在外面吃饭了。在国内的话，我是更愿意做饭的，因为在外面吃或者说叫外卖，一般都是重油重盐，或者就是料理包之类的，营养和健康上都不如自己做饭。接下来是交通方面，日本的交通成本比国内要高出很多如果说是坐新干线的话，1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日本的价格大概是350人民币左右对标国内高铁的话，价格应该是150人民币左右所以说基本上是国内价格的2倍。如果说是坐公交车或者电车的话，它的起步价普遍在10块人民币左右。像国内的话，大部分起步价都是2块左右，差价在5倍左右。然后是打车方面，如果说打车10分钟左右，日本的价格大概是200人民币左右像国内的话可能也就20块左右吧所以说这一块的价格相差特别大，基本上是在10倍左右所以说在日本的话，短途我一般都会选择自己骑自行车5公里以内的基本上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左右都可以解决再远一点的话就是坐电车或者公交车打车除非是特别紧急的情况感觉在日本打几次出租车就能够买一辆新车了。而且这边打出租车不是很方便，一般都需要电话预约上门如果不是在车站附近的话，是很难打到出租车的如果说上班通勤的话，一般日本公司都会报销交通费，所以说日常上班交通成本这一块可以忽略。接下来就是居住成本
居住方面的话，目前我在这边60平米的房子，月租大概是3500人民币左右。这样的房租，如果说对标国内的省会城市的话，其实也还是差不多的，并没有贵出很多。电费会比国内的贵我这边的电费是1块钱人民币左右一度，价格大概是国内的2倍。接下来聊聊医疗保健方面。首先，凡是在日本居住超过3个月的人，都会被要求强制加入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险费是根据上一年度的收入测算的。如果说是上班的话，保险费就是公司和个人各付一半。如果说是走留学身份的话，因为留学生是没有收入的，所以说保险费是免交的。无论是哪种身份加入医疗保险，报销比例都是一样的。加入了医疗保险之后，符合报销条件的医疗费用，日本政府报销70%，30%是个人支付的。我这边因为语言学校给我们买了商业保险，个人支付的30%的费用，商业保险也会报销所以现在我在这边间接的是可以做到免费医疗的。国内这边的话，如果说是上班族的话，是能够享受到80%左右报销比例的，还是算不错的医保报销。但如果是像我这样的自由职业的话，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职工医保的，只能参与居民医保，而且必须是在户籍地参加。医保这个话题的话，牵扯的问题比较多，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好还是日本好只能说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接下来是娱乐方面，这个的话就因人而异了。日本其实除了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之外，其他小城市其实娱乐设施还是比较少的也没有什么夜生活像我这边的话，晚上7点钟路边基本上已经很少有车在开了商店基本上也是营业到晚上8点就关门了所以如果说想要灯红酒绿的生活的话，还是要到东京、大阪这些大城市其他一般城市的话，体验养老生活还是非常不错的休息的时候，娱乐方式也基本上就是逛逛动物园、公园、看场电影这些价格其实和国内也是差不多的最后总结一下在日本的生活成本吧在餐饮和居住方面，其实和国内省会城市是差不多的电费会比国内贵1倍左右。在穿衣方面，日常选优衣库或者无印良品这些平价品牌的话，会比国内便宜20%左右。出行方面的话，新干线的价格是国内高铁的2倍左右。公共交通的价格普遍是国内的5倍，出租车的价格是国内的10倍左右。娱乐方面的话，基础的电影院、公园、动物园价格和国内是差不多的。收入方面的话，如果说打零工，最低工资是40多人民币1小时。如果按照每天8小时，每月工作22天的话，合计工资是人民币7000元左右。国内的话，最低工资最高的城市是上海，是2590元。日本基本上是国内最低工资的3.5倍左右。以上就是我移居日本1个月以后的一些总结，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当然这些只是我个人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肯定是非常片面的。如果说大家有什么补充的话，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看法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别忘了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那我们下期再见。